普京遇刺，乌克兰90%的领土要归俄罗斯。2029年俄乌还要决战，这一个个的听着都跟电影大片似的。还有更厉害的是有人说中国能渔翁得利，这到底是咋回事啊？咱今天就来好好唠唠。先说这个普京遇刺的事儿话说就是前几天这个普京亲自去了趟库尔斯克州，这地方是离乌克兰老近了，也是属于前线地带。按理说这个领导人出行那都是保密级别最高的可谁知道乌克兰那边好像提前得了信儿，直接就派了一大波无人机过去问候普京。俄罗斯国防部的人也说了，这无人机数量那叫一个史无前例几百架你想想一群嗡嗡的无人机带着炸弹直奔普京的专机或者车队这得多悬当然俄罗斯的防空系统那也不是吃素的赶紧就开火拦截击落了46架来袭目标。虽然这个俄罗斯说都给打下来了，但你想想这事本身就说明乌克兰现在胆子大了，敢直接往俄罗斯本土招呼了。这以前都是守着自己家现在开始斩首行动了，这战术升级了这西方情报机构分析报告指出乌克兰现在不光挨打了，还学会反击了。近期对俄境内目标的打击频次同比激增300%，而且专挑俄罗斯的要害下手，想让俄罗斯害怕。Данные атаки в Курской области работал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Совершенно верно. Обращаю внимание, что интенсивность атаки во время пролета борта Верховного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его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Кур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значительно возросла. Поэтому мы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вели противовоздушный бой и обеспечил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в воздухе пролета вертолета президента. То есть вертолет президента фактически находился в зоне боевых действий? Да, именно так. Фактически в эпицентре отражения массированного удара противника беспилотно-летательного аппарата. 这事也暴露了俄罗斯的问题这边境管控是不是有点松懈让乌克兰的无人机都飞进来了。而且这个普京去的地方还是新建核电站，这地方多敏感这暗示俄罗斯正在将占领的地方彻底变成自己的，这心思可不小。最近3天这俄罗斯可没闲着，对着这个乌克兰全国一顿猛轰这导弹像不要钱似的，还放了几百架远程自爆无人机，直接把基辅的阿尔乔姆军工厂给炸了，连带着还炸死几个外国工程师。 Ukraine's capital on fire again. The aftermath of one of the largest Russian aerial attacks of this conflict. On the ground, another terrifying night for Ukrainians. Honestly, I don't think that anyone in Kyiv had any sleep this night. I personally spent this night under the stairs at home where we usually hide during such an attacks. Local officials say roughly 370 drones and missiles were involved in the Russian assault, killing at least a dozen people, including children. 这俄罗斯现在一天才推进14.3平方公里，听着好像是很慢但其实可狠了，这叫钝刀割肉。每天都让乌克兰损失500多人，慢慢的把乌克兰的兵力给磨光。梅德韦杰夫说俄罗斯已经在扎波罗热那边建了个钢铁长城，40公里深，全是雷区和无人机屋这玩意就跟以前的马奇诺防线一样，想挡住乌克兰。他还说这个西方再援助乌克兰，俄罗斯就得继续扩大安全区，最后乌克兰90%的领土都得归俄罗斯。你看这话说的挺狠的照俄罗斯现在这个推进速度，留给乌克兰的时间真的不多了。而且听说2029年可能就要打决战了，欧洲也坐不住了，觉得自己再不准备就晚了。德国国防部有个秘密计划叫2029计划曝光了，德国现在要像冷战时期那样重新武装自己，取消军费限制，重新生产坦克，还要扩充军队。德国加紧扩军备战，计划在2029年做好和俄罗斯战争准备。近日，据白俄罗斯媒体报道，德国联邦国防军监察长卡斯滕布鲁尔公开表态，要求德国军队加紧备战，为2029年可能爆发的军事冲突做准备。他指出，俄罗斯可能会在2029年对北约成员国发禁库，德国应该再增加10万预备役士兵，并对俄军可能发动的禁库。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科留斯也表示，德国必须为战争做好准备，因为俄罗斯的威胁日益增加。跟这个德国比这个波兰更狠，他订购了486门海马斯火箭炮，比美国自己用的还多还要扩军到50万人，直接跟俄罗斯西部军区的兵力对着干。这些动作加上这个俄罗斯说要把这个反坦克导弹产量提高300%，就形成了一种恐怖的平衡。双方都在拼命的囤积武器，准备随时可能爆发的全面战争。无人机技术也在飞速发展，改变了战争的打法。瑞典给乌克兰
克兰送的二手渔网现在成了战场上的奇观，这些便宜的渔网竟然能干扰无人机的攻击。但是俄罗斯也不傻，马上就用了更高空的蜂群战术，无人机在5000米高空编队，然后垂直俯冲，让传统的防空系统根本就没用。那这种矛和盾的不断升级让未来的战争很可能就变成了无人化消耗战。就像现在这个黑海上空每天都在上演的无人机和防空系统的对决没有啥史诗级的战斗场面，只有冷冰冰的数字在不断的增加。那2029年真的会爆发俄欧决战吗？兰德公司，也就是那个美国智库，模拟推演了3种情况白俄罗斯政权变天，俄罗斯加里宁格勒补给线被切断，或者是乌克兰彻底崩溃。现在最危险的就是波兰了，这个国家是北约里陆军最强的，而且它还有先发制人的军事学说，加上他以前对这个俄罗斯领土有想法，万一他先动手了，北约就得被迫参战。这俄罗斯打乌克兰可能还会留点情面，但打波兰肯定不会客气。所以希望这个波兰能冷静点，别搞得生灵涂炭那现在最关键的是中国俄罗斯在推进乌克兰和欧盟的时间不多了，这中国要怎么做才能保住自己的利益，还不被卷进去？专家说了这个中国到时候肯定会坚持不站队但要实力的策略，就是跟这个俄罗斯和欧洲保持关系，但主要要考虑自己的好处。还有中国会继续劝和，但不会牺牲和俄罗斯的合作。现在中国需要俄罗斯的能源和粮食，俄罗斯呢需要中国的市场和工业品，所以这个中国不会公开批评俄罗斯，还可能会暗中帮助俄罗斯稳定中亚，但中国也不会给俄罗斯提供武器，免得被西方制裁。中国还可能会秘密的推进停火谈判，因为长期的战争对谁都没好处但如果真的爆发了核危机中国肯定是先自保最近发布的核避险指南就是个信号。总而言之中国的策略就是冷静观望，暗中布局在俄罗斯和欧洲之间左右逢源，一边是赚取资源，一边为战后秩序做准备。等到他们都打得精疲力竭的时候中国手握新能源、基建和市场的筹码，就能成为欧亚大陆不可或缺的调停者和规则制定者。到时候咱们可就真的成了最大的赢家了。那你们觉得中国会出手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